想象一个场景，在一个难得的休息日早晨，你醒来，脑中快速罗列了一些你今天能做的事情：一，在微信读书上读一本认知类的畅销书；二，写一篇结合当下热点的书籍读后感，可以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或者作为文案剪成一个视频；三，学一个免费且好评如潮的编程技术类视频，视频里教授的技术栈，在你下周的工作中大概率会使用得到；四，你还想听一个外语播客，并且对播客里的好词好句进行影子跟读，直到现在你依然很想提高自己的塑料外语口语。五，你可能还想做一套 IT 资格证书的备考题，这个证书对求职有点用处。然后你想了很多，稍微翻了个身，接着又闭上了眼睛，因为你发现自己依然什么都不想做。为什么很多时候明明有许多在执行层面自己可以做，且明知道做了比不做要好，做了对自身会有些益处的事情摆在眼前，但我们依然什么都不想做呢？当问起为什么不去行动时，我常常喜欢回复一个词：没劲。做这些事可真没劲啊！这里的劲指的或许就是行动力。什么时候会有行动力？什么时候又会丧失行动力呢？这个时候又必须要提到皮尔斯斯蒂尔的那个著名的拖延方程式了，也就是做一件事的动机等于期望乘以价值除以冲动乘以延迟。期望与价值构成了我们行动的动力，冲动与延迟则成为我们行动的阻力。虽然这个公式已经被阐述了太多次，但还是想来仔细看一看这个公式里影响动机或者说影响行动力的4个要素。第一，期望。期望指的是我们对于完成某件事情的信心与预期。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很难完成，那基本上就不太愿意开始行动。节目开头提到的5件事：看书、自媒体属性的写稿、为了工作学习编程视频、练口语、考证，从实现难度上来讲都不属于绝对难以完成的程度，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难度，比如写稿，比如考证。接下来看第2点，价值。价值指的是完成某件事情之后所能带来的奖励与反馈的大小。如果用这个要素去看刚刚提到的几件事情，我个人其实会非常遗憾地感到，这些事即便完成所带来的奖励，就我个人而言也很难说很大。可能对于自媒体性质的写稿，用制片稿子完成一期视频后，稍微会带来一点虚拟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也仅仅属于做了比不做要好那么一点点的那种类型的满足感。然后再来看第3点，冲动，又译作分心。冲动指的是个体对于及时满足的需求程度。哇，这个要素如果用具体的数字去量化，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包括我自己，这绝对是个大的吓人的数字。我们都太渴望及时满足了，娱乐影像、甜食、酒精，而不巧，这个要素又处在整个拖延方程式的分母的位置。如果我们不人为的去调节这个要素的比重，那么我们对于及时满足的冲动必然会导致开始做一件事的动机一定是较小的。接着就是第4点，延迟。延迟指的是完成一件事与获得这件事的奖励反馈的时间间隔。相信你也能感觉得到，除了那些能立刻带来满足的，但往往被我们所批判的那些事情之外，大部分具有一定正当合理性的事情的奖励都来得很迟。读书的奖励、写稿的奖励、考证的奖励，这些事情的奖励都来得相当漫长。分析到这儿，我们或许会有些悲哀地意识到，面对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我们行动的动力大概率都是较为稀薄的。如果世间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只需付出很少，难度又低，回报又高，那我们大概率都会有动力去做。只可惜，这种类型的事，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而言，是几乎不存在的。世上不可能存在着一个奖励系统，会向你承诺，随便写一篇稿子，做一期视频后，就会兑现给你巨大的数据反馈与大额的商单奖励。在我很喜欢的吕瑞秋老师所著的《打开心智》里，有一段对于我们所面对的困境的很好的总结。更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定难度，也有一定价值，但未必能快速做完，需要你不断给自己打气，不断克服心理上的排斥和恐惧，克服其他短期诱惑的吸引力，才能一步步去获得回报。因此，拖延对每个人来说几乎都是一种常态。打开心智是这期节目的主要参考书目，也是我最近几乎每天都要读的一本书，强烈推荐给大家。话题回到行动力，当我们仔细围绕着期望、价值、冲动、延迟这4个要素去分解行动力，会发现要提高行动力的确是相当困难的。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策略。比如常被大家提及的最小行动法，这个方法
可以针对延迟与期望2个要素，它将大目标细化为小目标，这样会降低完成的难度，增加完成的期望，同时减小从完成到获得反馈的时间间隔。比如面对练好外语口语这样一个宏大艰巨的目标，我们可以细化为先将一句可以适配多种对话场景的外语句子背得熟练，甚至只是将目标缩小为每天听5分钟优质的外语播客。除了最小行动法，我还很想试着和大家探讨一下，从价值这个维度去提高一点点行动力的可能性。通常呢，我们会用物质回报，也就是完成一件事能获得多少收益，来衡量做一件事的价值与反馈，这是相当理性的。但可惜的是啊，赚钱很难嘛，获得高收益很难呀。赚钱难的这种苦闷几乎贯穿于我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因此通过获得高额的物质回报来让做事的价值这个要素的数值增加，往往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其实呢，还有一种做事的反馈，一种更加简单的反馈，常常容易被忽视。这里我想说的倒不是做完一件事的满足感或者说成就感，我想说的其实是专注力，也就是做事过程中获得的专注体验。这种专注体验所能带来的某种平静的愉悦，它会构成我们从一件事情中获得的反馈。我知道，当你听到这儿，一定会很想立马把这期节目关掉，因为扯了半天又扯到专注，实在是太鸡汤太陈词滥调了。换做以前，我也会认为这就是一句漂亮的片汤话而已，没什么卵用。但当我最近切身体会过由专注带来的良好体验后，我开始逐渐意识到，相比于让思绪一直陷于各种犹豫、各种纠结，比如纠结于做这件事的意义，纠结于计算这件事能否带来回报，倒不如先进入这件事，哪怕这件事没什么显性回报，只是一种工作上的硬性要求。但当你在这件事上体会过几十分钟的专注时刻后，也能收获到一丝情绪上的清爽感。而当你带着这种清爽感，或许就更容易去做更多的事，去做更多工作之外的具有某些可能性的事，比如内容创作，比如外语提升。在《打开心智》这本书中，也能找到对于以上描述的一些理论支持。书中就提到，大脑具有2种运作模式，默认模式网络与中央执行网络。在绝大部分的日常时刻中，大脑都处于默认模式网络。这种模式主要负责内省、回忆过去、想象未来，以及处理安放那些时不时到来的杂念。而当我们专注于某项特定的事物时，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频率就会降低，中央执行网络则会变得更加活跃。这意味着大脑会减少对于内省和杂念的关注，调节认知资源的分配，帮助维持注意力的集中。这种状态中，我们会更容易感到充实，更容易收获到那种清爽的思绪与平静的愉悦。